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节目中跟导师的相处，比如说方启仁、王嘉尔以及其他的导师？ Jackson 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冷幽默的那种人，因为其实在录制现场的时候他是主要充当一个 MC 的角色嘛，他很会去活跃气氛，因为可能刚开始几次公演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处于一个上台前比较紧张那种状态，然后他就会经常去讲一些冷笑话。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那个 Zulu Baga Daba Hey 对，讲了3遍都记不住那个名字，最后叫什么 Zulu 什么什么 Burger， 然后给人家取了一个新名字Burger Bahaha Sunu Baga Tabahe Namahe Tabahe OK Tabahe Welcome round 2 Sunu Mama Mama Hey Alright 他主持的时候就是很对，很游刃 chill， 有余对，很 chill。其实那就是给我感觉也不太一样，就是几年前我没有发现他是这么能接梗，知道吗？接梗接得很厉害，然后脑子转得很快，你懂我意思吧？说中文的梗他都能接得上，然后我觉得就很惊讶，我觉得他综艺感超好。你是哪里人？我是你心里的人。嘉尔导师的话，三公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在，所以呢，当时好像缺少了一个什么灵魂人物一样。嘉尔老师平常还是挺幽默的，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欢快的部分。嘉尔老师他平时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那种冷酷大帅哥，一言不苟一言不发的那种，但是其实私底下他有一些萌点，他会戴一些很可爱的帽子啊，或者说穿一些比较有自己小设计的衣服。我想着重提一下麦克导师，因为我跟他是 What is Up 舞台的搭档合作，所以呢，他给我们特别多安全感，特别鼓励我们，给我们特别多爱，真的是认真用心的去了解我们每一个学员，这样子，我们说什么他都好，他都配合我，私底下也会买奶茶什么的。好，我是来自创造营亚洲的学员乔一瑜，我是来自创造营亚洲的曾雪瑶。先和我们聊一聊参加创造营亚洲成团约的心情吧。压力比较大吧，可能要在很短的时间，然后准备很多的舞台，会比较忐忑，因为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来到一个节目的总决赛，就首先很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已经2周多都没有上舞台了，然后感觉最后这次舞台积攒了特别多的能量，想要在舞台上展现给大家，所以就是很激动。对于成团夜的成绩有什么期许吗？我对出道是胜券在握的，咱们主打就是一个自信，就先鼓励自己，我觉得得相信自己，无论结果与否哈，就是最后一次这个舞台我都会特别珍惜它，我会更多的就是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在表演本身。哇，你好有信心哦，我就不一样了。我这次是真的很想紧张，对，很紧张，然后我也非常想出道，但是我确实只有70%的把握，因为我的排名一直都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我也不太能确定我就一定能出道，或者说会有什么样就是另外一种结果，所以我是比较紧张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成团夜的舞台准备了多长时间？12天，差不多2周时间，因为其实训练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每天我们都基本上一整天都会在排练不同的舞台，然后不同风格，很轻松啊，很来回切换，对，很轻松，就是很喜欢这种同一时间去排不同舞台的这种感觉，就是可能练疲惫了，突然换到另一个舞台，巨累，很累，但是跳得很爽的一个舞台。痛并快乐。节目录制至今，你们各自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只有扎心的事情，你知道吗？你说吧。就是在节目的前期确实比较坎坷，然后我可能在同一时间，然后拿到了同样的名次，然后在我觉得很关键的时刻，我其实很想表演，就是 Am I Fault 当时，对，但是有点遗憾。对，一个是没有拿到可能比较期望的名次，然后一个是没有选到自己的歌，就那一瞬间和那么几天是我印象最深刻，也是最煎熬的那几天。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就是当时 Mike 宣布我进 A 班的时候，我在那之前其实整个人状态其实有一点down的，因为可能我对自己出舞台表现没有特别满意，然后主题曲呢也是我挑战一个新的这种风格，可爱风格的元气风格，然后就对自己很没自信。但是当时坐在那的时候，然后他们突然宣布我是第一个从 B 班升到 A 班的，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录制过程结束之后，我都还在处于震惊当中。我真的第一次得到来自老师、来自大家的认可，就非常开心。但是有一说一，你的初舞台已经把这里很多妹妹都已经帅翻了，好不好？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没拿到 MVP 有一点小遗憾，但是很帅，是真的。
二位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我的变应该是化内心的变化表现。对，然后我要跟4年前的自己比，因为4年前可能就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就是我又冲，我也不害怕，我也没有什么顾虑。但是这一次可能虽然说我也依旧有野心，我也想赢，但是我会更加的去享受，或者说能去接纳各种在这个比赛带给我的好与不好，内心会更加的坚定，就长大了。我感觉你现在给我一种就是平沉稳和又坚定的感觉。是的。最大的成长当然就是个人风格上面的突破了，因为在来这个节目之前，确实真的一直都待在自己舒适区里，都没有尝试过其他风格，一直在去表演自己擅长的舞蹈、擅长的歌曲。每一次公演，我都有在挑战不同的风格。然后这次总决赛其实也有一个舞台是小小的突破，这叫很大的突破。一路走来看自己这样风格多变的，然后留下不同样子的舞台的自己，我觉得我爸爸妈妈肯定会很满足，他们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我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节目中跟导师的相处，比如说方启仁、王嘉尔以及其他的导师 Jackson 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冷幽默的那种人，因为其实在录制现场的时候，他是主要充当一个 MC 的角色嘛，他很会去活跃气氛，因为可能刚开始几次公演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处于一个上台前比较紧张那种状态，然后他就会经常去讲一些冷笑话。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那个 Zulu Baga Daba Hey 对，讲了3遍都记不住那个名字，最后叫什么 Zulu 什么什么 Burger， 然后给人家取了一个新名字Burger Bahaha Sunu Baga Daba Hey Nama Hey Daba Hey Okay Daba Hey Welcome Round 2 Sunu Mama Mama Hey Alright 他主持的时候就是很对，很 chill， 对，很 chill。其实那就是给我感觉也不太一样，就是几年前我没有发现他是这么能接梗，知道吗？接梗接得很厉害，然后脑子转得很快，你懂我意思吧？说中文的梗他都能接得上，然后我觉得就很惊讶，我觉得他的综艺感超好。你是哪里人？我是你心里的人。当初是抱着什么想法来到这个节目的？本身自己还有其他的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学业呀，然后包括自己对未来的一些规划，不太偏向 idol 啊艺人这条路，本来都已经有自己的规划，但是当时听到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真的跟我爸妈，包括跟我的朋友们商量了很久，我害怕自己如果不来这里的话会后悔。我其实一开始挺纠结的，迈出很大一步。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挑战。一个是我觉得4年多过去了，我可能一直都是在钻研，可能在表演上面，就是没有太去很多的去练习唱歌跳舞啊。然后包括可能我也会很担心，那万一这4年有很多很出色的人才，对，有很漂亮的女生，就是我会觉得啊，我万一来这里我比不过人家怎么办？刚开始来的时候心态还是蛮沉重的，对吧？有看过之前几季的创造营吗？对哪个学员印象比较深刻？关注第4季会比较多一点，赞多老师也成为了我的导师，就后面有去了解过他的一些舞台，我真的觉得他太厉害了，就是他的舞蹈作为一个专业 dancer， 然后在舞台上也能展现出 idol 的魅力，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厉害。他真的实力超好，对，而且尤其是来到这儿之后又见到他，然后又在舞台上看到他表演，我就觉得很开心。他很开朗，他也很 chill，就是对，哇，一种就是哇很有经验的样子。对，对我来说最有启发的可能是轩逸和超越他们那一季，就是第1届，就他们那一季才让我有了想去追梦的这种冲动。对，就是才会觉得啊，每个女孩子可能都应该有勇气去参加这种选秀，或者说勇敢比赛，然后勇敢跟大家去公平竞争。反正那一季是对我来说启发最大和让我对梦想就是突然就有了一种冲劲儿。和营妹的其他妹妹相处过程中，谁的精神状态是让你们比较羡慕的？你跟田珊妮，哎，莉莉安娜真的不错，因为她年纪很小，但是她就是看了小狗啊，她就是感觉每一个导师见到她都会被她的态度所影响，她性格都会好被她影响，就是她性格超喜欢。我跟你说，其实我一开始见到她吧，有那么一点点讨厌她，因为她太吵了，就她每次在我耳边说话，我感觉我那耳朵要炸了一样。我说 please。那个冷静一点，不要那么大声说话。就是，但是他的声音其实是我们这里的一大特色，对，太尖了。每次他走到哪，所有人都会听得到他的声音。但是后来就是跟他越接触，发现哇，这个女孩子她虽然只有10几岁，但是她太有人格魅力了。乔一宇吧，就是内核跟她的核心一样，像钢铁一样。她每天就是也没什么表情，情绪淡淡的人，就是可能私下里的话不太会有啊，对，太多的喜怒哀乐。对，什么就是干嘛就是都是这样，就是都。OK， OK 啊，行，就这样。然后田珊妮也是好啊，行 OK， 就是有心事不写在脸上的女生，就是我觉得是很高很高的 level 了。你也很成熟啊，那我是挺成熟的。天哪，我比你大，我说你成熟。下面是一个填空题，我最希望拥有其他妹妹的什么？天啊，我居然想到的是业务能力，我想要硬的高音，再结合一点斯丹曼醋的音色，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完美的 vocal。
太缺这些了。我想要艾玛的爆发力哦，就是我跳舞，我们两个之前有讨论过，她就是爆发的极端，我就是控制的极端，就是我们俩如果中和一下的话，应该是感觉舞蹈会更高一个 level。天呐，我想要你这种就是钢铁般的核心。我刚还想到说我想要你的头发，头发这个你都好意思说？她的头发真的好漂亮。如果可以成团的话，对于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展望吗？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积累很多很出色的作品，然后开一场很大、有很多人、有很多粉丝的演唱会，就是只属于我们团体的那种演唱会。想想就觉得好，真的很想感觉很感动。我其实跟他差不多，就是我会很想去线下的一些音乐节啊、live house 这种活动，因为每次之前去看音乐节和看 live house 的时候，作为观众，我就看在台上，我就会想象说，如果我站在台上，如果我假如说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站在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现在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就是可以多多参与这种线下活动，去近距离的让粉丝感受我们的能量。如果成团出道，有没有很想达到的成就呢？先在日后的这几年里，先多专注唱歌和跳舞这方面，因为我的热情在于此，珍惜在舞台上的这些机会。我就是想让自己能够就是在这个团里可以丰富这个团吧，可以成为团里缺一不可的那个，然后也希望能把我们成团的3年变成我人生中最绚烂，然后最丰富的3年。有没有很想合作的艺人？刘宇，因为我跟刘宇就是几年前，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是跟他一起的，然后但是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可能就是联系比较少啊，然后也没有再在舞台上就是碰过了，然后他正好是上一季的C 位，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次出道的话，我再跟他合作应该还挺有意思的。我比较想跟碧晨姐，因为就是碧晨姐是我们公司的前辈，然后之前有去看过她一些现场的表演，然后就觉得很想在舞台上跟她一起去，比如说加一些舞蹈啊，配合她声乐啊什么的，去完成一些很我懂，无法想象那种舞台。声乐结合你的舞蹈。Hello， 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创造营亚洲的学员袁科，我是欧阳弟弟。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成团夜的心情吗？我呢是非常开心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还可以再次的展示自己，我是非常激动和开心的。我们这次其实和以往不一样，是用直播的方式和朋友们见面，不是只有表演1首歌，每个人都会有2个表演。二位对于成团夜的成绩有什么期许吗？我其实对于成团夜的结果，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希望能把每一个舞台展现到最好，给所有的粉丝们和观众们看。你们俩是一个组合的，我们每天很忙着在训练我们的舞台，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担忧也好，去期待这个结果也好，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大家都有所进步和成长。节目录制至今，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事情让你们泪奔，或者是小小的遗憾？比较遗憾的事情是我还没有在 battle 组赢过，没拿过 MVP， 但我觉得没关系，至少我每一个舞台都非常的尽力和有很多的收获，我每一个舞台都有不同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弥补了我的遗憾。我1公的时候拿 MVP 的时候，因为这个算是所有学员的一个小小的肯定，大家都非常想要这个 MVP 的称号。我在第一次站上舞台的时候，能让大家给我这样子的评价，其实我是除了受宠若惊，还是非常感激。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我舞台方面的进步，还有唱歌跳舞的技能又增加了，更熟练的在舞台上唱跳。除了技能方面的增长，抗压能力也增加了很多，心理也强大了很多，有种临危不乱的进步吧。可以聊一聊跟导师之间的相处吗？比如发起人王嘉尔以及其他的导师们，有没有幕后故事让你们觉得很温馨的？嘉尔导师的话，3公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在，所以呢，当时好像缺少了一个什么灵魂人物一样。嘉尔老师平常还是挺幽默的，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欢快的部分。嘉尔老师他平时啊，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那种冷酷大帅哥，一言不苟一言不发的那种，但是其实私底下他有一些萌点，他会戴一些很可爱的帽子啊，或者说穿一些比较有自己小设计的衣服。我想着重提一下麦克导师，因为
我跟他是 What is Up 舞台的搭档合作，所以呢，他给我们特别多安全感，特别鼓励我们，给我们特别多爱，真的是认真用心的去了解我们每一个学员，这样子，我们说什么他都好，他都配合我，私底下也会买奶茶什么的。当初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来到这个节目？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希望可以增加自己的舞台经验和自己的技能。对于我来讲，也跟可可一样是学习，但我觉得19岁这个年纪有机会可以来到异国他乡，跟就不同国家的女生们一起交流，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群居生活的一个人，哪怕是和8个人女生挤一个宿舍，我都很开心。来到节目之后，跟想象中有什么不同？可能一开始很多时候我是一个会比较想很多的人，就可能我会事先觉得说，哇，这些女生是不是都很可怕，或者是很竞争，但是其实来到这里发现，其实大家人都特别好，也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这个事情也让我知道，当一个未知的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先不要去胡思乱想，这其实都会很好的。后来之前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节目，大家会当成一个比赛去进行，可是到最后真正比赛结果出来，就像每一次淘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比任何一个人伤心，他们走了，伤心的留给了我们，因为这种分别就是让我们觉得很难受，很难过，很难过。平常一起吃喝玩乐练习，就感觉像是突然一个梦他先撤退了，感觉很不一样。有看过前几季的创造营吗？有没有当时印象很深刻的学员？我是特别喜欢江真宇，她的那个时候的舞台真的特别漂亮，我反复看了好几遍。第一次看创第一季的时候，年纪特别小，第一印象就是哇，充满桃红色的舞台和桃红色的姐姐们。下一次看的时候就是西林那一季，对西林特别有印象，因为之前我第一次碰到西林的时候还是在美国的时候，当时呢她染了一头绿发。我就想说，哇，这个姐姐好可爱，就没想到后来下一次见到她时已经是在舞台上了，还拿了个 C 位，就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希望可以有她的歌声。节目中你们和其他妹妹的相处怎么样？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挺多的。我们中国选手啊，吃完饭可能会一起玩狼人杀什么的。因为我们这儿中国选手其实还有很多都是小宝宝，他们都年纪特别小，都不满18岁。香怡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她玩狼人杀，她第一次玩，她不太会玩，但是呢，她就是那种又菜又爱玩。她玩不过，然后还哭了，就是觉得自己没发言好，然后拖大家的后腿了。没有想到我来这儿会遇到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其实结交了几个还不错的朋友，怡令啊、Emma、乔伊啊、可可啊，他们对我来说都是我觉得很难得的一部分，然后跟他们相处模式其实挺像一家人的。营内有没有谁的精神状态是让你们羡慕的？我喜欢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所以呢，我选择保留我现在自己有的精神状态。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很多人给我的反馈是我可能比较给人比较给人带来快乐，然后确实是像小太阳。就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卸了妆，我怡令跟 Lisa 看到我，然后怡令就默默说了一句：“你真的是小太阳哎！”然后我就很开心，原来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会觉得我带给他们快乐，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保持这种状态。弟弟平时就是一个特别会照顾别人情绪的人，不管是谁有一点点小的情绪变化，他都能捕捉到。这一点我觉得他心思特别细腻，而且特别照顾人。他年纪很小，但是他有一种让人觉得很安心的感觉。这是我这2个组都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我的感受。因为我们平常比较少特别近距离接触的交流，这次有这个机会，挺羡慕李诗甜的精神状态，因为他是属于那种特别直接的小孩，他是一遇到什么事儿有什么说什么，实在说不了就大叫的那种，原地发疯。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咋咋呼呼，让人家觉得很热闹。所以他给我们这儿带来了挺多的欢声笑语。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拥有哪位妹妹的什么？我希望我可以拥有朱一萌 Emma 的跳舞技能，拥有 In 的歌声。我就希望拥有乔伊的跳舞技能和斯丹曼簇的唱歌技能。我想要的都得有。没错，我们当 Ace。如果可以成团的话，对成团后的工作有什么展望？我希望可以有更多舞台的机会，让我可以更加在技能方面的进步，跟我的队员们好好做出一个国际女团。我也希望舞台可以多，我们的技能方面也可以有所提升，团队之间的默契也可以提升。出道之后的发展，你们有什么规划吗？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成绩？成绩我倒是不知道，不敢想。我就是主要注重过程的一个人。我希望我中途可以有不同的收获，更多的经验，哪怕是一些小小的舞台，我也 OK， 多多去学习就够了。我也是像弟弟一样，是一个比较注重过程的人，结果不是我们能够去控制的。其实有时候想那么多，不如踏踏实实的把手里的事儿做好。那个结果我觉得自然而然会根据我们想的那件事一样心想事成。二位有没有很想合作的中国艺人？
我想合作欧阳娜娜。你抢了我的话，可以说没关系，我姐会很开心的。我最想合作的中国艺人是欧阳娜娜，请期待远科欧阳娜娜2弟弟舞台吧。希望等我足够成熟，技能更加进步的时候，可以回国内和姐姐完成一个表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毕竟总共名字加起来有8个字的人，还挺酷的吧。我也特别期待能够看到她们姐妹俩合体，因为我觉得你们俩给我的感觉有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应该能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我也挺期待，还真的没有尝试过。是吧？我真的还挺期待的。要不你加入我们吧？我到时候加入你们。10个字的组合。